入役3年，福特号毛病不断，多病的新航母能让美军在世界保持领先吗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福特号航母是美国海军在役的第11艘航母，采用了诸多高新技术，包括电力推进和电磁弹射技术。该航母是21世纪美军海上打击力量的中坚。不可否认，一旦福特号航母形成战斗力，将大大改变海上军事态势。但正是因为步子迈得太大，导致入役3年至今老毛病缠身，连美国媒体都忍不住表示，还不如旧航母。上述说过，福特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，该技术不仅能够让航母在同一时间内弹射更多的舰载机，而且能够安全弹射包括轻视型无人机在内的新型战机。相比之下，老式的蒸汽弹射器根本不够瞧。可就在五角大楼负责对该系统测试的主任却发现，电磁弹射器按照正常情况应该在弹射4166次才会发生1次故障，但是测试结果则是在每次故障之间弹射间隔均在181次左右。2020年所发生的2次故障，更是直接导致电磁弹射器因此停用了3天。不仅如此，福特号航母装备的新型拦阻着舰装置，平均每隔48架就会出现问题，正常应该是16500架中只会出现1次事故。加上航母配备的先进武器升降梯，2017年服役的时候，11部升降梯中只有2部可用。由此可见，福特号航母采用了多种高新技术，结果这些技术之间都面临可靠性的严重问题，频繁出现故障，导致福特号航母与前一型航母相比，效率明显在下降。从这也能够看出，美国如今的制造业与冷战时期相比，差的不是一丁半点。冷战后，美国不仅缺乏优秀的人才，同时也没有创新的能力，只能依赖别国所提供的创新也就算了，现在就连制造业能力都在大幅度下降。先进的福特号航母面临一系列不可靠的高新技术，入役3年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停在修理厂，后续维修完成还遥遥无期。反观我国山东舰和辽宁舰几乎与福特号同一时间下水，结果现在都在正常执行战备以及训练任务。不过我国还应该感谢福特号，一方面让我们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，不能盲目相信高新技术，要尊重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律；另一方面也让我国在对比福特号以及山东舰、辽宁舰后看到了差距。对中国而言，福特号趴窝是个好消息。再者，随着这些年来中国军工的崛起，不仅技术突破得快，同时装备造价也比美国低很多。例如福特级航母造价130多亿美元，如果按照东风26或者东风21这类导弹的单价来算，可以买1238枚反航母导弹。因此，不管福特号航母是否频繁出现问题，即使是使用1/10的反航母导弹，都足够将福特号打成狮子。况且航母在没问题的情况下都是导弹的活靶子，现在新航母如此多病就不用多说了。看来美国军队世界第一的宝座已经开始微微颤动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官方多次对外透露疑似轰20的消息。2021年招飞宣传片中，飞行员头盔上反射出疑似轰20的真面目。1月11号，歼20战斗机首飞10周年的宣传片中，在某一个画面中突然出现一架飞翼造型的战斗机，疑似轰20，引发人们的热议。而在最新一期央视军事科技节目中，在回顾2020年我国众多先进的国产武器装备的结尾，故意留下了2个悬念。虽说视频的最后这2款装备被幕布遮住了，但其中一个外部轮廓与此前传言轰20的样子一样，同样采用的是飞翼式布局，没有垂尾，机身中部明显的发动机进气道与 B2 轰炸机非常相似。该机作为20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，大家早已期待已久。轰20的问世很可能在跨过太平洋执行洲际打击的同时，还携带武器装备。相比轰6系列轰炸机，轰20所带来的威慑力将会非常大。自2021年到来后，疑似轰20轰炸机的消息越来越多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将会在今年问世。至于被外界所猜测的003航母，幕布前半部分开阔平整，像是航母的甲板，中间部分高高隆起，应该是舰岛。整体来看，像是一艘平甲板航母。
与我国第3艘航母所采用的平甲板弹射技术一致。值得一提，此前对于第3艘航母在关键技术电磁弹射装置的研制上遇到难题，如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。至今为止，网络上传言第3艘航母的消息很多，但是关于该航母的官方消息却又是少之又少。不过去年年底在央视的一则视频中，第一次对外清晰地展示了我国歼15舰载战斗机。视频虽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很快删除了，但在那之后，美国人就开始猜测歼15舰载机已经曝光了，那距离第3艘航母的下水也不远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第3艘航母很可能也会在今年与我们见面。现在就看是轰20先首飞，还是003航母先完工了。可不管是哪一个先与我们见面，反正美印是笑不出来了。就在央视爆出悬念的前几日，美国驻印度大使称参加了与印度和中国在拉达克地区的对峙。如今，美国不但提供印度大量的高原物资，还帮助印度获取更多的中印边境情报。为了拉拢印度对抗中国，美国当前非常着急。莫迪深知美国的目的不纯，但其认为如果没有帮上美国，印度将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必败无疑。无论是美国还是印度都清楚，仅凭一人之力无法对抗，于是两国开始抱团取暖。令美印意想不到的是，中国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。多家媒体报道，中国最新轰炸机和新型航母已经掀开神秘的面纱，世界目光都齐聚中国。美印本以为抱团可以对中国进行威慑，殊不知央视突爆重磅悬念，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庆祝，反而担忧中国是否会做出什么反制的举动。近日，东海突现惊险一幕，一艘日本保安厅的测量船在女岛以西140公里附近海域，同时也被韩国方面称为济州岛东南海域的地区进行海域作业时，与韩国海洋警察厅船只发生对峙。韩方船只警告，想要在韩国海域进行相关海域作业，必须要先获得韩国的同意。现在，日本应该立即停止作业。反观日本船只则认为，进行作业的区域为日本的专属经济区，目前正在进行正当的海域作业，韩方应该立即停止警告，并且远离本国船只。由于无法在此事件上取得共识，两国海警船足足对峙了10多个小时。现下日本方面态度非常强硬，坚持要韩国给个说法。值得一提，在此事件发生之前，韩方曾于去年8月15号在女岛以西海域首次对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只要求终止作业，之后也断断续续地发生了类似的情况。这些年来，日韩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，双方摩擦不断，在强征劳工、领土争端以及出口管制等方面都存在矛盾。如今，双方又发生海上对峙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这很可能或导致冷淡已久的日韩关系再遇寒潮。尽管文在寅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明确表示，日本是韩国的邻国，希望能够促进与日本的合作，进一步推进双方关系。但其实，两国想要重归于好并不容易，日韩两国矛盾错综复杂，想要解决需要很长时间。再者，韩国明年将会举行大选，就算是为了争取民意，文在寅也不会做出太大的让步。想来，除非日本愿意低头，否则很难修复两国关系。不过，日本以如今的强硬态度来看，怕是不会低头的。那么，这对美国而言，无异于是件棘手的事儿。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马前卒，每年从两国中获取的高额保护费都有不少。现在双方关系如此紧张，美国怎么选对自己都是不利的。前几日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还宣布了一份题为《美国印太战略框架》，内容中显示，除了印度是关键角色以外，日韩两国同样占据分量。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，美国无论站谁，另一国都很可能跑到中方阵营中。
届时中国什么都没干就成了最大赢家。对此很多人可能会疑惑，既然都是美国的马前卒，就不能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，让两国和解？不是没有可能，美国可以说是日韩关系的重要变量，但美国国内疫情仍在蔓延，暴乱也未停止。拜登就职后，不仅要对美国国内进行整顿，对疫情进行防控，还要收拾特朗普留下的各种烂摊子。相比之下，日本和韩国的和解也就要往后排一排。况且拜登有多少意愿推动双方和解，还需要时间观察。